4月20日，邝先生和妻子先后投入了150多万，购买了中国银行10270桶人民币原油2005合约的原油理财产品。那么就在4月20日22时，邝先生收到了中国银行关于停止交易并准时启动到期移仓的短信提示。但是4月22日凌晨，当邝先生再次登录原油宝理财账户时，发现原本移仓后应该亏剩的82万竟然都没有了。不仅如此，还要再倒贴银行280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来搞清楚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原油宝？原油宝是中国银行面向个人客户发行的挂钩境内外原油期货合约的交易产品，按照报价参考对象不同，包括美国原油产品和英国原油产品。其中，美国原油对应的基准标的为 WTI 原油期货合约，英国原油对应的基准标的为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均以美元、人民币计价。相较于期货产品的高风险和高门槛，部分投资者将目光放在了低准入门槛的账户原油上。目前，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都推出了账户原油产品。该产品大多为个人客户提供的，采取只计份额不提取实物能源的方式，以人民币或美元买卖能源份额，并跟随期货原油价格波动，无任何杠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不带杠杆的5月 WTI 原油期货产品，不但亏完了投资者的本金，还要倒给银行钱。没有杠杆还要倒贴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事儿要从原油的价格战谈起。我们都知道，原油是要通过炼油厂才能得到汽油、柴油和沥青的，所以原油是要通过运输和存储的。它有3个主产国：俄罗斯、沙特和美国。疫情期间，一言不合就开始打价格战。这一打价格战不要紧，供需关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供需弹性失衡，价格崩了，各国贪便宜都狠狠地囤了一批。后来价格就继续往下掉，于是中行就喊来了老少爷们儿，像抄底黄金那样抄底原油。但是咱们中国人怎么买卖芝加哥的原油期货呢？于是中行就做中间商来帮大家买卖，这个中间帮大家买卖的工具就叫做原油宝。再说一下啥是原油期货，现货非常好理解，就是我现在有1万块钱，我拿它去买1吨钢管，这个就是现货。然而什么是期货呢？期货就是我们2个约定好，在明年的今天还是用1万块钱去买1吨钢管，先交定金签合同，就是买入合约，然后再找一个良辰吉日钱货两清，这个就叫做期货。它本来是跨境大宗商品交易企业一种防止汇率波动的避险工具，结果这次用来给个人用户抄底原油了。我们再来说期货交易的4个关键字：建仓就是买入合约，平仓就是把合约卖了，交割就是到日子钱货两清，移仓就是补差价，把合约改成后面的日期，意思就是这批货我不要了，改要下一批了。这期05合约的交割日是在4月21日凌晨，由于各国的储油能力用尽，都没有办法再买油了，油价就一直往下掉。各国的投资机构一看势头不好，赶紧在4月14日至15日移仓换月，这之中就包括中国的建行和工行。当时的平仓价格在20至21美元每桶。但是就是有一家坚持不卖，继续抄底，一边喊着太便宜了，一边越跌越买，全市场的人都看懵了，脑瓜子嗡嗡的，这是什么神操作？要知道，没有人敢顶到最后的交割日才移仓。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4月20日22时，中国银行给邝先生发来了一条关于停止交易并准时启动到期移仓的信息，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行并没有执行移仓指令。4月20日22点，中行下班了，原油宝的交易功能就关闭了。这个时候的价格还是正的，并没有触发强制平仓。但此时的芝加哥交易所并没有下班，结果在4月21日凌晨2点28分到2点30分，价格急剧下跌，到了负的37.63美元。投资原油宝的老少爷们儿睡了一觉醒来后，接到中国银行的通知，你已赔光所有本金，而且还要再赔中行2倍本金的钱。这款衍生金融工具是没有杠杆的，100%的保证金之所以出现还要倒贴银行钱，是因为保证金赔完了还没有平仓，所以就出现了亏损。什么意思呢？当价格是1分钱，1万元可以买100万桶原油，后来价格为-40，这时你有2个选项，一是等过几天实物交割，你租船去拉回来100万桶原油；二是卖掉100万桶原油的合约，因为价格是-40，你要付给别人4000万才能卖掉合约。
看到这里，我们大概就弄清楚整件事情的始末了。4月20日晚，原本要执行的移仓指令莫名其妙的没有启动成功，所以这个责任到底在谁呢？然而，责任和法律责任其实是两回事儿。这件事最后的处理结果未必尽如人意，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不要去购买那些你根本说不清楚交易原理的理财产品。往往那些门槛很低、看上去又很暴利的理财产品里，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我是裴嘟嘟，每天和我一起涨姿势。